兰潜水员孤身一人潜入了罗马尼亚著名的仙女湖水下洞穴，试图创造新的深度记录。然而，他再也没能回来。位于水面上的几位朋友，他们既没报警，也没下水救人，而是回旅馆睡大觉去了。大家好，我是探险回忆录。故事的事发地是位于罗马尼亚卡尔巴阡山脉心脏地带的仙女湖，也称仙女湖事件。在水下45米深处，洞穴结构发生变化，形成了一个被困空气构成的气穴。这里是潜水员进行技术性停留、更换气瓶和呼吸气体的关键节点。从这里继续深入，洞穴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深邃。目前已探明的最大深度超过了105米。1982年，一群匈牙利人探到了55米。2001年，波兰潜水界的武林盟主维克托·博莱克更是把纪录刷新到了85米。2002年10月4日下午2点45分，拉斐尔与同伴们最后一次检查了装备。他一共带了5个气瓶，普通压缩空气瓶，用于从水面下潜至45米气穴的轻松阶段；氮氧氦混合气瓶，可以有效避免淡醉，让潜水员在100米深处依然保持清醒；氩气瓶，这个气瓶不用于呼吸，而是专门为它的干式潜水服充气。氩气作为一种惰性气体，其隔热性能远优于空气，是专业低温潜水员的不二之选。拉斐尔的流程是这样的，按照原定计划，整个挑战过程预计为2小时。拉斐尔将在下午2点45分下水，使用压缩空气下潜至45米气穴，在气穴中将2个沉重的压缩空气瓶卸下，留在那里，同时将呼吸调节器从空气瓶切换至氮氧氦混合气瓶，轻装上阵，继续下潜，冲击85米的记录。完成目标后，返回45米气穴，在进行必要的减压停留时，再换回留在那里的空气瓶，完成最后的上升阶段。预计下午4点45分返回水面。然而，计划是美好的，现实是骨感的。当他抵达45米的气穴时，也可能是想玩点刺激的。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看不懂的决定，没有卸下那2个空气瓶，而是选择将全部5个气瓶一同带向更深的洞穴。至于他为何要这样做，在后来的分析普遍认为，他想利用这2个气瓶的负重，如同秤砣一般，帮助自己更快地下降，节省体力和时间。他或许认为多带2个瓶子并不会对自己的力量和技术构成威胁。当他抵达78米深度时，周围的环境水压已经高达 8.8 个绝对大气压，相当于地面大气压的近9倍。在这样的深度，任何微小的装备问题都可能被无限放大。灾难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发生了，他干式潜水服的氩气充气阀发生了故障，彻底无法为潜水服充气，充不了气，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调节浮力的能力。没有了那层隔热的干气，水压会把潜水服死死地压在他身上。这种情况下，体温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他开始疯狂发抖，然后肌肉僵硬，大脑宕机。如果说拉斐尔在水下的经历是悲剧，那么他岸上3位队友的行为则上演着一幕更加诡异的剧情。下午4点45分，预定时间到了，拉斐尔没上来。起初，他们并没有太过担心。在技术潜水领域，由于各种不可预见的情况比计划时间延迟一些是常有的事儿。拉斐尔携带的气体储备也相对充足。然而，1个小时过去了，湖面依旧死寂。此时，任何一个有基本安全常识的支援团队都应该意识到，出问题的可能性已经非常高了。接下来，他们做出的决定成为了这起事故中最受争议也最无法让人理解的部分。他们没有联系罗马尼亚当地的任何救援机构，他们也没有一个人穿上装备下潜到相对安全的45米气穴去查看一下情况。那里是拉斐尔的必经之路，他的状况很可能从那里找到线索。他们选择的是打一个长途电话，联系远在千里之外的波兰阿尔卑斯洞穴协会，而这个协会的负责人正是拉斐尔想要打破其记录的维克托·博莱克。这意味着，就算救援队能立刻出发，马不停蹄地赶到罗马尼亚，也至少需要2天时间。这个决定无异于宣告，他们已经放弃了对拉斐尔可能还存活的任何一线希望。做出这个决定后，更令人啧舌的一幕发生了。这3名同伴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湖边，返回了下榻的旅馆去睡觉。又过了1天，可能他们觉得再不下去看看有点说不过去了，于是换了个人下潜。这次潜得深了点，在78米处发现了拉斐尔的尸体。他试着把尸体拖上来，但没成功。于是他返回水面，告诉了大家这个不幸的消息。然而他们决定继续在旅馆里等待2天前就呼叫的波兰救援队。这3天的等待与不作为，彻底错过了任何可能存在的救援窗口，也使得后期的事故调查变得更加困难。直到10月7日，也就是拉斐尔遇难后的第3天，维克托·博莱克率领的波兰救援队才终于抵达现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罗马尼亚当地警方报了警，正式启动了官方的救援和打捞程序。打捞过程异常艰难，专业的救援潜水员耗时2天，经过多次尝试，才终于在10月9日成功为拉斐尔的潜水服充入气体，利用浮力将他的遗体带回了水面。事后的尸检和装备检查基本还原了事故的经过，官方裁定拉斐尔的死因为冷水休克导致的意外事故。
对于他3名同伴那近乎不作为的行为，罗马尼亚警方并未进行深入调查或追究其法律责任，理由是缺乏明确的犯罪动机。为了纪念拉斐尔，他的亲人和朋友在征得当地管理部门同意后，在仙女湖畔为他树立了一块小小的牌匾。最后多嘴一句，交朋友一定要擦亮眼，尤其是一起玩命的朋友。在你生死一线的时候，你需要的是能砸开玻璃、踹开大门来救你的人，而不是一个帮你打完长途电话，然后心安理得去睡回笼觉的人。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